好了，出门了，终于出门了。12点，大太阳，阳光正好。我们隔壁的就是开这辆宝马的，刚刚一家3口去买完这个面包，还有补给回来了，在这里玩过家家，应该去的最近的9分钟。是自动开门吗？ Now turn left to stay on route des Petitons Mingots。哦，这个要比第一家我们住的那个就是 Michael 那家要太先进太多了。那家就是要进出都要自己按遥控的，这家是完全是自动的，除了进门要输密码之外，我们应该是往这边走。这是一个很小的村子，可能就接近，估计有一半都做了这种庄园式的民宿了。啊，小的不得再小。然后我们要拐进去的这条路，你看窄道，我都怀疑我们的车能过去不？到保位置。小道无轮，两旁就是橄榄树和这个葡萄园了。这些是橄榄树，现在已经开花了，已经。今天看了一句似乎还蛮有哲理的话啊，叫做“想要解决你的焦虑，那就到大自然里面去吧”。所以这个让年轻人回到农村去，还是蛮有哲理的。然后一转角就是葡萄园了，没想到这是法国，真是到处都是葡萄园。我觉得他们都不需要种其他粮食了，干吃葡萄就够了。一条超级窄道，无与伦比的小路出来。是不是超市？真的不知道，感觉这就是一个，有池子，真是搞笑，居然还有2尊炮在这里，笑死我了。这是酒庄吧？啊，这是酒庄还是超市到底？随便吧，进去逛一逛就走。先进来这里看看，但感觉像是卖酒的，是个酒庄吗？啊？酒店吗？不会吧？关门了，应该。卖酒的，原来这里是卖酒的。第一次进入人家的酒庄。哇，真的蛮漂亮。哇，超级漂亮。看来这个鬼佬也是讲究风水格局啊，远山近水，这风景蛮不错。步入一个普罗旺斯的酒庄，所以呢，在法国开车真的要非常小心啊。像这些路呢，
它限速是80的，本地司机呢，他会刷的就出来的了。而我们因为路不熟呢，很多时候呢，我们都是1停2望3通过这样的。其实这样虽然慢一点，但是有好处，就是避免在盲区里边被碰到。你像这样就一个掉头弯，对于法国司机来说，可能就刷一下就过去了。所以说，我们大姨丈说的就是法国人个个都当自己是赛车手，还没错的。真的离我们住的地方没多远了，山顶上的那个小镇就是了。梅内尔伯的路标，我们现在正式进入梅内尔伯小镇的地界了。左转就是梅内尔伯的正中心方向了。先去找个地方停车先，不过看来这个小镇很受欢迎，看路边的停车位几乎都全满就知道了。我们去找个阴凉点的位置，把车先停了，然后再慢慢逛吧。那么多车，但好像镇中心这静悄悄的，人都哪去了呢？终于看到人影了，估计天气太过于炎热，当地人中午这个时候都躲在室内了。感觉前面这只圣伯纳好惨，那么热的天气，看到它那一身的毛，还要在烈日下行走，我都替它辛苦。哎呀，走错路了，看来今天想勇敢一点都是不行的，一不小心就把路给走绝了。这个小镇依山而建，布局感觉可以说是很紧凑。这镇中心可行车的街道也仅仅是容一辆 SUV 通过的宽度。只要是稍微宽一点的位置，都被小镇居民和游客们见缝插针的路边停车了。所以感觉来这里时，一定要注意进入的方向和离开的方向，走错的话，估计就要变成逆向行车了。运气不错，正好有个树荫下的停车位。那在我们正式开始逛之前，先飞个无人机从高处看看这个小镇先吧。梅内尔伯位于普罗旺斯吕贝隆的山区，这里可以看到小镇建于山脊之上，四周被葡萄园和果园所环绕。它曾被誉为法国最美的小镇之一。这次来法国，我才终于领教了法国的小镇就没有哪一个不是最美的。似乎这个最美这个词都成了每个法国小镇对外宣传的固定修饰语了。没有最美这个词，几乎都不可以上台面的。所以建议各位看官也千万别纠结于最美二字。不美的小镇在法国是绝对不可能存在的。正所谓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哈姆雷特，只要自己觉得最美就行了。这座在石头山上建立的村庄，
发源于古时罗马大道上位于卡瓦永和阿普特交汇处的一个驿站。村庄最初是为了纪念木星朱比特的女儿，罗马神话中的女神梅内尔福，村庄也因此而得名。从11世纪起便成为了防御据点，有着守护该地区的坚固堡垒，所以现在还可以看到有城堡、城墙、钟楼等防御建筑。而其中最古老的遗迹据说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。16世纪宗教战争期间，该村曾是新教的胡格诺派与天主教势力交战的地点。石头小屋、狭窄的街道、高处的观景台可以说是村子的典型元素。20世纪起，众多艺术家和作家来到此处居住或创作。英国作家彼得·梅尔的畅销书在普罗旺斯的一年就是以此为背景的。来到这个我们住的附近的叫做梅内尔伯这个小镇啊，不是叫小镇，这个应该是叫做村庄，就是一个建造在这个山石之上的村庄。原本呢，这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地方，没想到这边已经是停满了车了。而这个小镇据说啊，有一条秘密通道是很值得看的，因为据说在宗教战争中呢，当地的居民抵御了15个月的天主教徒的围攻，就是靠这条秘密通道来运送物资的。听着是不是很像咱们国家的地道战啊？但这里呢，给我的感觉呢，就很像我们之前在南法去过的一个小镇，叫做 Saint Paul 啊，是在那个尼斯附近的，一下也不记得那个中文名叫什么了，叫圣保罗吧，应该是。这里有个教堂，这里可以看到它的小镇的这个位置，就是狭长的建造一个山岭之上。好乖呀，好乖呀！这是小镇的教堂。你看它巨大的这个木雕的这个穹顶，哇，太夸张了！整个是个木雕，好漂亮。教堂很小，大概最多也就是容纳每一排坐4个，2、4、6、8，一边坐32个，就是几十人的样子吧。很小很小的一个乡村的教堂，哇！但是它的这个木穹顶真的太漂亮了。其实它两边都很简单嘛，它没有其他的壁画什么之类的，但它也有一个2楼的这个观礼的，就没有管风琴了。这里连奉献箱都没有的，它只有一个接待一个奉献的篮子，每个人就随意给。你看这个它这个地面，哇，真是久远了。这里有一个说明，它这样我们翻译过来就是说，这个位于村庄中心的小教堂呢，是由白人的忏悔者兄弟会建于1734年，也就是说到现在接近400年的历史，是一个天主教平信徒的协会。然后呢，门的古室呢展示了革命期间被肢解的雕塑的残骸，古室应该是在这里，但是我们进不去。然后呢，它在孤立的岩石上的位置让人想象到了一种防御的元素。
法国历史古迹的清单中包括了2个18世纪的建筑元素：装饰和雕刻着木质的天花板、锻铁的看台网格。锻铁的哦，是这个锻铁的看台网格。然后呢，革命时期呢，小教堂是共和党的这个会议室。然后呢，周五的上午9点呢，在这里会有弥撒，就是每周五的9点才有，平时就没有了。所以还是这个木质的天花板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。哇，好漂亮！哎呦，幾吸引啊！算唔算係遊客架啦？哦，这是他们叫做 grocery 的杂货店，就是哎，你看，就是这个小镇嘛，梅内尔博。看这里有些什么卖？有酱，有当地的出产的葡萄酒，美酒。呢個2.5歐咋？嗰個火腿肉，呢個就貴。Thank you。嗰個芝士嗰個牛油就有啲貴。嗯，唔貴。呢隻啊，喂，你中意嘅？呢個要9.8歐啊！哇，這個有點誇張。你看这些住在山洞里的居民。就是在这个石头山里面挖出来的，你看这个地库也是，感觉都不像是平地上起的，就是挖出来的。这边全都是游客在这边吃东西，我们顺着上去看看吧。一会儿就找个超市买点东西。好晒，好晒，好晒！法国美女。哇，你看人家的办公室，哇塞，真是太漂亮了。山下面就是一个葡萄酒庄，被葡萄园所围绕着。就这样看，还真的是蛮气派的，和电影上看的差不多。那我们继续往上走走看吧。这一排的房子顺着这个斜坡依山而建，大门正对着山下的美景。传说中的开门见山，说的就是这样的吧。这个小镇
也开始应该因为旅游而大张旗鼓的在这边建东西了。看那边不知道是在维护还是在修建。这一路都是上坡路，虽然坡度不是那么大，但腿脚不好的走起来，实话说还是有那么点费力的。对老人家而言，还是有一定的挑战性。哇，这一家好漂亮。顺着这边上去吧。就比刚才我们停车这个位置斜上来就这个位置啊，它很小的这个村子，就这么巴掌大的一点地方。这应该是原来村的制高点，就是有十字架的地方。这里现在不知道是石室还是我们叫做村公所的地方了，好像在修葺。你看这里上面有个钟，应该是办公的地方，有很多的文件。应该是村公所吧。都说法国人民很懒，哪里懒了？现在是1点半，人家都还在工作呢。右侧围壁的这个就是梅内尔伯的钟楼，是个古迹，看来这次是原迁一面了。这边是另外一面，还走不走？要不绕回去？这里阴的地方真的很舒服，很舒服。这辆老爷的是Land Cruiser， 这是款丰田 Land Cruiser 的 J70 版本呢。上市到今年刚刚好整40年，算是款老爷车了。其后续的改款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普拉多。不过相较而言，我更喜欢这种复古的造型。给我放饭去头啊！起咗個凌空嘅陽台嘛，等於這間屋子因地制宜起了個懸空的陽台，感覺很酷的樣子，而且是全落地窗，打開就是無敵的這個山景，啊，簡直是無敵了。自住的，要很居干。嘿，在这里乘凉。有张很小很小的凳子，不知道给谁坐的。
老婆表示，这是去了那么多个小镇里边最令她满意的。你睇佢啲位啊，啲庭院做得幾靚，喺度攤個庭院度，呢度係停車位，攤個庭院就已經無敵山景啊，真係靚到啊！呢度啦，你睇呢個，呢啲位，這些位置，你看它有一些很小的這些雕塑，這些裝飾，就是讓整個的氛圍就顯得很精緻，很有這種文藝 feel。看出去是藍天白雲，簡直是曝光過度。剛才超漂亮。現在我已經不想去阿維尼翁了，這幾天就在這些小鎮裡面晃蕩拉倒了，就是看那些什麼大眾的景點，什麼城堡啊、博物館啊，其實也不外如此，還不如我在這裡逛一逛。这个人家準備要修整了，人家已經買下來了，但是2024年就已經開工，到現在都還沒有動，沒怎麼動，感覺918個方，厲害了。這個就是一座古堡，傳說中的1歐買的古堡。这个应该是以前的瞭望塔，感觉是啊，就是我没有看呢。哦，这是监狱耶！哇，监狱拥有如此无敌的景观，真是坐监也真是一种享受了。那就，你看下面的这些民宿啊，都是自己自带游泳池的。我们可以看看这个监狱是怎么样的。这就是以前的监狱了。这里也是个监狱哦。这个监狱还有1楼的，也是有个无敌的观景台。住在这的真是爽歪歪啊！我觉得真是。不过这间好像还在整，应该也是要做成民宿了。就是叫做古法的混凝土啊，做成了这种墙壁，这些石墙都是不知道后面有没有修葺过了。幾精緻做得。依間都靚啦，依間個陽台直頭係架空啊，犀利！呢度就係啱先我停車嗰個位，我哋要行嗰邊嗰個方向。哇，你看看这个就是监狱了，这个是门前灯。下面
居民住的有点杂乱。这家应该不是本地人，他是挂着应该是有点像是南亚的某个国家的国旗，住的有点凌亂。呢啲好大間㗎，你以為成等啊，3層，呢個仲要係大宅添。其實並不是說人家就是故意的將這個，也不能說是很商業化的將外牆建成顏色，其實他們是因為將每家每戶油成不同的顏色，好區分這一家是我的，不會走錯。就是或者是說在很遠的地方就能看到這個就是我的家，這家就是應該是民宿了。我們又走回剛才的那個教堂那裡了，現在朝另一個方向去。那邊。原来还是有人像我们经常会在窗户里面偷窥一下里边些什么东西的。这个原来是不分哪个国家、地域和种族的，大家都有这种好奇心。这位美女是住在这儿的。回到农村去就是这样啊，上班几步路，回家就有大树乘凉。你可以看到两进的，里边还有个门。那小奶狗，这主人走远了，现在狂奔过去。bonjour，哇哦！嘘，4个本地的居民，大男人养了只小狗，还有体型那么小的小狗。我们家的空调不是通的，居然被人搬到法国来了。好漂亮的花，这些蔷薇真是好漂亮。如果老人住在这就辛苦了。觀景台嚟嘅，好彩咧，佢啲屋嘅間距咧，中間可以擋晒啲陽光，咁咧行起身都唔算太辛苦。超大一個敲門的門環。这棵蔷薇真漂亮，太漂亮了。我们买了一个这个香包，拿回去我们特斯拉上面做香薰用。这里所有的东西呢，都是这位店主自己亲自做的，就现场做的。像这种大的香包就14欧。像这种呢，我们因为挂在车上就是5欧，然后它这里全部都是他自己手工做的东西。虽然他也不会说英语，就纯粹法语，但大家通过手势啊、表情的交流啊，其实都很容易明白对方想说啥。
呢隻20歐。誒呢個幾好啊！14歐。係啊。19歐定14歐。呢個咪就係佢啱啱車嗰個咯，係啊，要一個呢個咧，我覺得呢個係當地嘅。呢個都幾好啊！你覺得邊隻好？呢個15歐添喎。呢個嘅話放喺車頭咯，就咁擺喺度都唔掛。你中意啊？呢種係咪有？呢個都有車住味。係啊，呢個10幾14。Ça va bien sentir, hein, parce que c'est scène on. 呢度。Fantastic the perfume. Thank you。可以看一看這家店啊，哇，就這家店，蠻不錯的。本身我諗住薰衣草係去嗰個修道院嗰度買嘅，不過你買咗就算，可以再去再睇。呢間係咪賣咩㗎？咦，有個圍裙都幾得意啊！Bonjour。44歐啊，一條圍裙，個杯啊！佢燒咗落去係嘛？哇，它這個杯子啊，你看看它這個葉子是燒進去的，不知道它怎麼做到，就等於相當於我們做了那個樹葉的書籤一樣。它的這個盆子我很喜歡。可惜帶不回去，這個真的好漂亮，這個。呢個咪搪瓷㗎，係。這個搪瓷的盆子好漂亮。Non, non, ça c'est exceptionnel, c'est plus pour la déco, on vend, et ça c'est les Italiens qui font ça. Vous l'habituez de vous-même, l'oiseau. 呢個蠟燭杯幾錢啊？Magnifique, 30歐。Ah ouais, c'est chouette. Je me suis là. 就唔似得嗰啲店賣得咁大路咯。尤其阿爾薩斯嗰幾間嗰幾個小城啲店就全部賣晒啲大路貨。現在我們去拿車去下一個小鎮。這個普羅旺斯大家都知道普羅旺斯啊，但是就是其實這普羅旺斯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地區，但是它最主要的一些小鎮都集中在魯貝龍這附近。這附近的小鎮都很有自己的特色，每一座都有自己的特色，所以很值得花時間去爛在這裡。你看這個藍天白雲，真是漂亮。那梅內爾博這個小鎮我們就逛到這兒了，因為小鎮確實不大，有2個小時左右的時間，怎麼都可以逛個遍了。那我們準備在回程時順便去下一個小鎮逛逛。對我們接下來的行程感興趣的，記得關注我啦。那我們下期視頻見。